没有你的同意，没有人能让你感到自卑。未来属于那些相信自己梦想之美的人。每天做一件让你感到害怕的事。你必须做那些你认为自己做不到的事情。随着新的一天到来，也带来了新的力量和新的想法。要求别人做你自己不愿意做的事是不公平的。点燃一支蜡烛，总比诅咒黑暗要好。伟大的心灵讨论观念，平庸的心灵讨论事件，狭隘的心灵讨论人。幸福不是目标，它是美好生活的副产品。生命的目的是去生活它，极力体验，渴望而无畏地追求更新更丰富的经历。你会从每一次真正直面恐惧的经历中获得力量、勇气和信心。生活本该被享受，好奇心也应保持活力。无论出于何种原因，都不应该背弃生活。一个人的哲学不是用语言来表达的，而是透过他所做的选择表达的。你常常可以通过改变你的态度来改变你的处境。正义不可能只偏向一方，而必须两方都考虑。工作总是对抗抑郁的良药。你不做的事可以成为一种破坏性的力量。理解是双向的。与自己的友谊至关重要，因为没有它，你就无法与世界上任何其他人做朋友。单谈论和平是不够的，人必须相信和平，而仅仅相信也不够，人还必须为之努力。当你停止贡献时，你开始走向死亡。有人曾问我，我认为幸福最重要的3个条件是什么？我的回答是：一种你对自己和周围的人都诚实的感觉，一种你在个人生活和工作中都已尽力的感觉，以及爱他人的能力。成熟的人是那种不仅仅用绝对标准思考的人，即使在情感上深受触动也能保持客观。他们已经知道所有人和所有事物都有好与坏，并且谦逊地行走，以慈爱对待生活的种种，知道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人是全知的，因此我们都需要爱和慈悲。你必须接受一切来临的事物，唯一重要的是你要勇敢面对，并用你最好的去应对。付出爱本身就是一种教育。我们通过每一次真正直面恐惧的经历获得力量、勇气和自信。我们必须去做那些我们认为我们做不到的事。你永远无法真正过上别人的生活，甚至是你孩子的生活。你所施加的影响来自于你自己的生活，以及你自己所成为的人。做你心中认为正确的事情，因为你无论如何都会被批评。我们必须在今天创造未来的世界。去爱需要勇气，但通过爱的痛苦是那些慷慨相爱的人所知道的净化之火。我认为不知怎地，我们学会了认识真正的自己，然后与那个决定共同生活。只有当你独到和分析的生活可能会向你暗示一些对你自己的人生旅程有用的东西时，自传才有用。人生教会了我一件事，如果你有兴趣，就永远不用寻找新的兴趣，他们会自己来找你。毕竟生活的目的是去活它，尽情的体验，渴望而无畏地追寻新的更丰富的经历。如果我们知道自己不会失败，我们还能取得什么成就？你接下来需要做的事，就是那件最让你恐惧的事。我们需要的不是更多的假期，而是更多的使命感。无论在什么年龄，我都不能满足于只在壁炉旁的角落占一席之地，仅仅旁观。要管好自己，用你的头脑，
要对待别人用你的心。对悲观主义者而言是绊脚石，对乐观主义者却是垫脚石。如果你意识到别人很少去评价你，你就不会那么担心别人对你的看法。正义不能只偏向一方，必须双方都考虑。只有一个人的品格才是真正的价值标准。花在希望上的精力和花在计划上的一样多。从别人的错误中学习，你的一生不够长，无法亲自犯过所有的错误。昨天是历史，明天是未知，今天是礼物，这就是为什么它被称为现在。以上是我们这一期的智慧格言，哪一句是您最喜欢的？请留言告诉我们，别忘了按赞订阅，开启小铃铛，我们下期再会。